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 5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魏侦探，紧急任务，寻找国风秘宝。桂香，馥郁桂香，阿尔卑斯桂花酸奶口味，用的是进口奶源。阿尔卑斯国风调糖，专为国人打造，等你来探索。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上一集，刚从时装周回来的 MGQ 何社长带着涛秘书来到 M 市网红海景房天空公寓。怎么这么大音乐声啊？没想到，在多次发生灵异自杀事件的4601号房里，又发生了一起一模一样的命案。一场伪装成灵异自杀的密室谋杀案拉开了帷幕。又出现一起，又发生灵异事件了。为什么要说又？嫌疑人指向公寓管家萨时装、前台、新前台、公寓住户陈秘书、郭美妆、熏包子5人。经过第1轮的调查分析，案件依然疑点重重。他不住这屋哎，死者是住对面的，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的。凶手神秘的作案手法，电梯里屡次出现的红衣女子，死者与众人尚未被完全揭开的关系。红衣女人出现了，跟死者身上的衣服一模一样。发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他只有把他杀掉。我一推，咣当一下，是手杀了房姐对吗？是稀土法约我老婆。许多疑点等着玩家一一解开。3人的杀机经过上一轮讨论，逐渐浮出水面。现在勋跟郭的故事都没出来，我还是觉得勋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这如果楼是他的，他自己把这个楼搞得神神鬼鬼，他要不要？还有一点，我觉得戴帽子一定是模仿嘛。那我觉得男的这几个人去模仿还是有点勉强。有一个点是每一次的那个死人信息都是由郭来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总是最早一个知道和感叹。而且其实现在非常关键的是一个杀人手法，怎么杀？他怎么翻怎么弄？不管了，先投吧。反正第一跟直接我投郭美妆，你呢？好，咱俩分散，反正最后总票数赢了还是7分。好，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哎呀，害怕。
朋友们，我们开始我们第2轮的搜证，好不好？来，好。我们在上电梯之前，先进行我们的例行公事，好不好？先搜勿要的那把钥匙。哎，你干什么？不要动！啊，我找到了夜市。啊，靴子里面是不是？这个没有必要。小姑娘藏的也很深。也另外一把，yes！ 我们都是上小学才把钥匙放鞋窝里，因为家长怕掉了。没想到你这么大了，还担心啊，还藏在鞋里。朋友们，我们先把最陌生的2个故事先解开，好不好？对。好。它是哪个门没开？里边。从这儿进，尊重我的房子。啊！这有个密室，它有个很大的空间。宝宝，我 baby， 你有宝宝了？画的 baby， 画的 baby。长大的地方，小帅锅，它有一个小帅锅。天哪，你在这么窄的一个地方养宝宝啊？哎呦，我看得我都想哭。对呀，这好可怜啊，这个宝宝这么小的地方。突然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长大就是养。哎，这里有个箱子，朋友们拿过来看吧，这里有一个小宝宝的衣服，几套衣服。你宝宝在这里生活过吗？我在这跟他照顾着的。哦，因为还来了3年了。哦，你在这3年？我在这住3年了。本来想去一个更大的地方。对。我刚才说到那个王子的事情。张水手。对，张水手。其实他本来跟我说，在这个地方他要给我一个家。然后后来我就怀孕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喜悦的事情，但是当我告诉他的时候，其实他人间蒸发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其实是狡兔好几窟，每一个地方他都布局了。但是你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你说那个，我不要包包，只要包子。那你说那话是？这是我们后来他又找到我，他又回来找你，他又找到我，对，那你都没要钱啊？他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已经不是钱了。对我而言，其实我有了这个孩子以后，已经是我的全部了。妈妈用这个，你就可以大胆吃冰激凌和火锅了。啊，这是一个舒适达的红蓝管牙膏。很遗憾，在去年的1月15号，他的宝宝已经去世了。发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把那个幸福院子的传单给撕了。你本来想跟宝宝一起买这个幸福院子是吗？是。后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你这个死亡证明是因为什么？看完，其实那天我是带着他一起去看房子的。我们在那个幸福院子的这个建案，我在忙着跟这个物业在聊的时候，他在外头玩，在那个工地，然后我不留神，他突然那个工地坍塌了，我孩子直接掉下去，掉到那个坑里面。等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我抱着我的孩子，我真的当下，我死命的就是打自己，因为我很想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很想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幸福院子，果然是有个坑啊！幸福院子真不行，就是那个坑，果然有个坑。这里还有一个本本，
郭美庄女士，我接到 MG 地产的通知，天空公寓下个月起就不对外出租了，请你赶快搬家。实在不好意思，4502房东，就这个房子的房东，然后他也看到了这个房子的走势，他从800万到600万到400万，接下来是他的所有的一个银行的存折。我看啊，他现在整个人现在他的钱有200万，他还差200万，还差200万。因为房子从800万降到600万，又降到400万，他按这个推算，再死一个就能到200万。所以现在这个你租用的这个4502的公寓，对于你来说是你跟宝宝唯一的记忆。你把这个空间封存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去，他不能离开这里，你不能离开。对，如果你不能再租这个房子，你没有，我就算把这些原封不动带走，但是回忆带不走。对，而且墙上画了那么多他画给你的画，你也带不走。对。所以这就是你无论如何你要买。我想办法，因为我马上就要被赶走。但是你缺200万。你有想好要怎么做吗？我在这3年了，所以从这个11月14号的这个案件开始，其实我是知道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你第一个开始提醒大家，是不是你也有点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让别人害怕，不敢来这里住，你就可以继续。我真希望这个房价可以一直跌，跌到我足够能买。可是你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大家不可以再租这里的房子了。对，我真没有。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只要他一句话，你可以成为这栋楼的楼主？我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男人是有秘密的。何止屋主，这个楼的楼主你可以。然后，整栋楼的单身女子只有你，对不起了。啊？他有拍到他。现在他就只有200万，他现在差一个人。那第2个人是不是真杀的？再去打开一个钥匙，他的故事已经出了。这是一个非常 sad 的故事，非常悲伤。快看到他的摊位，开了。哇！他知道你，这就是你。竟然是当年意外身亡的孩子小帅锅。我知道的。那个工地不会也跟你有关系吧？那个房地产，幸福院子也是你的，也是你的。等一下啊，幸福院子也是他的。我给我个敲，我。1月3号，勋总，演员名单已经给您发过去了，您看有合适的演员吗？那个房姐还不错，就聘她来扮演房姐地产的老板吧。房姐管理房姐也算是个缘分。好的，勋总，那她的劳务就是天空公寓的4601号房，您看可以吗？行，一套房换那么多债务值。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幸福院子的债务方是吗？对，房姐是我聘的一个演员，然后只是一个替死鬼。对，我给了他一套房子。难怪我在第一次在这个4601见到房姐，我让她还钱，她说跟我没关系。原来她是个房姐，其实是个傀儡。对，房姐房产公司是一个假的空壳，背后的操控人实际掌握的是熏包子。但是整个其实是一个骗局。对。然后别人就算找麻烦，也只是找的房姐。找个房姐吗？不知道她是背后老板吗？现在知道了。小帅锅，你把这事儿说一下吧，就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不能让他知道
这个孩子，这个小帅锅是在我的工地上死的。因为如果知道他在我的工地上死的，我可能就不可能跟他好了。是他不会跟你好了，他不会，对他不会跟我好了。你的这种自恋，你知道了吧？然后呢？因为我无意间去过他这个房间，我觉得这件事，所以他以为没有任何人踏足过那个小天地，其实你去过，然后拿出过一张照片，你想把他从这个悲伤的回忆里拽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一直从这里走不出来，所以我想要就是把这些租客全弄走。你准备一直假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像一开始我说我没有钱一样，因为一旦我说了，他就不会跟我在一起了。他已经习惯性的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所以永远没有尽头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永远拆东墙补西墙，拆东墙补西墙，用一个谎言圆另外一个谎言。你把他孩子害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小帅哥，对不起。然后幸福院子害了你，对不起。我在这里跟你说声 sorry。真模特，我是熏包子，刚楼下见过了，请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我可以给你钱，你要多少？你用多少钱都收买不了我，我已经拍到了。Hello， 宝宝们，我是真模特。今天呢是2020年1月12号下午5点，现在我正在我住的网红公寓天空公寓。徐总，房姐地产我已经申请破产了，谁都不会知道你是幕后老板。天空公寓也马上清盘了，你拥有的 MG 地产已经完全没有债务了。我的身份你知我知，不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听到没？好的，遵命。咦，你谁呀？把视频关掉。天空公寓要清盘，我说嘛。为什么要卖房子？那个时候我还有4000万的债务。那时候楼市特别好，800万一套，所以我800万的时候开始卖。就后来呢，渐渐的这个楼经常死人，就一直在降价，所以其实我是后来是卖不上钱的。但是其实我想还这个债务。包括他拍那个 vlog 的时候，他拍到了说我的身份，说只有你知我知，不要让别人知道了。所以等于真也是发现了他的秘密。对，所以他也有灭口的杀机。对。好吧，好，死者房间再找找吧。地上，那夹个本是吧？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东西的。拿出来。哦，一个标签吧。这是啥？哎，找着了。写给爷爷的信，爷爷，没想到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你的忌日。无良房地产公司 MG 地产把我们赶出了你生活了一辈子的海阔天空小渔村，后来风餐露宿带走了您的生命。你数次告诉我，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住回海边，你的孙女一定会为你买回海边的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害死多少人？这张写给爷爷的信，爷爷，我成为 MGQ 的首席模特了。重点是 MGQ 会为首席模特租住那个顶级的天空公寓的房子。我终于可以回到那个你陪伴过我的小渔村，在拥有180度海景的3米宽的大阳台上，看我们一起看过的海景。爷爷，我不再是首席模特了，没办法免费住在天空公寓了。我知道，如果想要永远留在那里，只有买下那里的房子才可以。2020年10月1日。然后呢，他有一个人寿保险单，被保险人是真爸爸。然后呢，真模特能够拿到的那个保额是200万。200万，那还差200万。
爷爷，真爸爸死了，虽然是远房亲戚，但他收养我之后，我就被当作是保姆，要做所有的苦活累活。这么多年，我都坚持下来了，收养的恩情也算是报完了吧。但给他治病要200万，是我所有的积蓄，而且我现在从首席模特变成了普通模特，如果再把所有积蓄花了，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攒到400万了。反正他也到了风烛残年，不如让我用死来满足这个执念吧。爷爷，没想到凑够了400万 ，MG 地产居然把天空公寓涨价到了800万，我崩溃了，怎么办啊？这个是干啥的？好模特和真模特的合影，重点是逗号，这话没写完，没写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攒到400万了，反正他也到了。但没想到11月14日的自杀事件，让房价从800万降到了600万。这让我想到，如果天空公寓再度发生离奇的自杀事件，它的房价就能降到我要的数字。所以我只能选你了，因为你是这栋楼唯一独身在家的女人，而且我那傻弟弟告诉了我你俩小时候的事，我正好可以用弟弟的名义约你去4601，然后杀了你。这个事情如同我此刻用的隐形墨水一样，虽然做过，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不会被发现。换你。好，是他杀的。就是但是他也要买房，都是为了买房，对，都是为了买房。在这个案子里，至少2个买房的人都不是为了住，是为了满足某种心愿，某一个念头。而这2个心愿都是被无良房地产开发商给突然剥夺的，一个孩子的生命，一个老人的生命。来吧，再找找吧。要放个锹在这干。会挖出什么吗？我们体力不是很，你让年轻人来吧。我来吧。因为这一片土比较厚。出来了！你怎么一挖就能？他找着地方，一个快递文件，哇！来。这是一个已经打开过的信封，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是天空公寓的设计师，他说当初为了卖房的噱头 ，MG 地产要求我设计一套没有楼梯的纯电梯顶级公寓，但为了预防1/1000的危险，我还是偷偷为大楼建造了隐藏的备用楼梯，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几年过去了，天空公寓虽然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但还是很担心。所以今天决定把备用楼梯的事情告诉你。楼梯的具体结构可以看平板电脑，同时我还附上了备用楼梯间的钥匙。这是发给谁的？给谁？写给谁的？哎，看看外面这个，收件人物业主任。物业主任。所以你和心都有可能接触得到。特别是你，这个，哎，其实你看啊，这是他的这个公寓的这个什么缩小示意图，在房子的背后，这房子背后的楼梯，对，潜藏的楼梯。我看看它通向的是哪个里面啊？在电梯的，就是在这个走廊的后面，相当于户外的那种防火梯、消防梯那种，完全简易的直接可以进入2个，可以进每一个屋子的房门，完全没问题。所以它能把所有的房间都可以串联起来。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比如说用一个视频让你以为它是上楼，但其实是下楼。
可是我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弄清楚音乐是谁放的，它是怎么放的。因为我跟涛走出电梯的时候，我们打开门听到音乐从里面响起来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人控制了。而且我能够保证，如果这个楼梯是在这个电梯的这个门的方向，不是在阳台的方向的话，因为他如果要出去的话，他必须经过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在房间里，他是怎么控制的这个音响？音响是蓝牙控制，没有蓝牙，它可以远端控制的。它跟电梯门是形成。因为我刚才注意一下，这是个非常 old fashion 的一个非常老的一个音箱。你看，它是这么，它必须要有人在这儿放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它才能够工作。看见没有？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人不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放歌。它对面屋里会有些机关吗？5米，就那个时候人可能在对面屋里呢，有可能。什么东西有5米长？但这个位置是从这儿可以，如果这个门开的话是可以，对，正好正对着那个音响。哎，所以刚才那个小石头。在这个位置是非常有可能的，扔啊，不是扔，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的对角线，萨萨，那个石头我是在这儿拿到的，你看这条线。但是如果就算是石头的话，如果那个音响朝这个方向砸不到，砸不到，它用砸是肯定不行的，它肯定是用一个线啊或者什么东西的。5米。哦，这上面有胶吧？这是胶。这上面可能粘了什么东西。这调音量呢？哪有胶？这有胶啊。好，我觉得肯定是有机关。我懂了，它一直是开着的。贴上这个线之后，他用那个石头扔过去，有一根线连着。因为他用那个石头能够把那个线连过去，很细的一个线，把音量打开，把音量打开就行了。对，是吧？他就用这个，他实际上只要打开一圈就够了。而且说句实话，它这个位置超好操控的，因为我开始想的是这个开关，对，因为它对着那边特别不好弄，但这个位置就跟那是完全好操作了。但是石头上面没有拴绳子是吗？你看到现在没有拴绳子，所以它绳子怎么拿掉的呢？绳子怎么拿掉的呢？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这边有人，要不然你想的话，穿红衣服的女人为什么要跑过来？她很慌忙的从这边跑过来，那是不是就说明确实这边可能是有人呢？穿红衣服从电梯过去的人，我们没法确认是46楼，他可能是从4502跑到4501，也可能从4402跑到4401。哎，什么？又拿个帽子啊？椰树上。这不是塑料袋吗？哇！红裙子，一套衣服在哪翻？这你太棒了！椰树上，你也太爱挖宝了！我的宝藏又一套。一喷即晕。不，这里还有东西呢。啊！线在这儿，线在这儿啊，扔到底下了。还有石头呢。就是对，就是这半截石头就是这样的。
他买了红裙子、红鞋子、红帽子、手套、鱼线、小标签。他做了标签，应该是他要用这个标签注明每个绳子，他是要做不同的用的。就这个我可能要扔到哪，那个我可能要扔到哪。有2个2，这也是2。你看，这是1号绳。不是，一共有4个绳是吧？对，他试了4个长度，就等于说。 它都是把每一个的2端标上了，但是这个3号绳有一端是有胶，它应该是用来控制音响。对，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人已经死了，他只是在电梯里让我们觉得他还活着，然后把作案时间给弄混淆。那就又那作案时间还能再往前延？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最后他不管他是上去还是下去，他尸体是怎么到这边来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把那个点再梳理一下。就主要阳台这个门确实有点，是不是它是开着的呀？就是拿那个什么顶住。这个门是开的，对不对？关着的，都是关着的。但它不影响鱼线走吧？鱼线可以，鱼线可以从门底下走，鱼线就可以拽过来啊。主要阳台这个门关着的，都是关着的，鱼线就可以拽过来啊。啊，它一根线控制关门，它一个线控制关门。这上面有胶吗？不用胶，它不用胶。这个门本身就自己会关。哦，它有透过这个空档的时间。隔着空档，然后它一拽。 3号线现在已经基本确认是控制音响的。它钥匙怎么放回去？我告诉大家，这个钥匙是在这儿发现的。那这其中有这些都是连钥匙的，可是要把钥匙放在这儿。如果要把钥匙弄在这儿，这个门就得先是开的。哎，滑过来，牵着绳滑过来。 你牵一个绳过去看看，它只要能到那个对文涛那个位置就可以。来，你看啊，手松了，松了，松了。我把这个比如也先粘上，看啊，来了，做实验啊，滑吧，滑了啊，然后把这个胶拿掉。但也留这屋了，放这儿也行啊。这差不多是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呀，对吧？ 它应该是按步骤，第一步是什么？你等一下，最后一步，哎，不是，那3应该是，它应该是按步骤来。第3步如果是音响的话，它第4步一定是关门，第4步一定是关最后那个门，关那个门。我懂了，这个是不是原来就是拿来堵门的？勒痕，这，是那个勒痕。 都很长一个哦，所以勒这个是掩着门的，不是，只要一拽这个门就开了。对，那关键是这个是几号线？它应该是按步骤，第3步如果是音响的话，它第4步一定是关门。觉得是2号，对，因为1号要放钥匙，我觉得这个还原基本上就是这个，对不对？萨萨，是不是？对，先绑到这儿，1号先把钥匙顺下来，顺走。 2号关这个门，把这个打开，门就锁了。然后再控制音响，3号控制音响，4号再把这个门，但这个门它一定是用花挡住的，用花拖一下。然后我现在在花上面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痕迹，它是不是绑这个花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勒痕？我们找一下这个上面其实有，比如说有一些划痕，你看，比如这种。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花导是什么，是为什么？它就是为了防止它的线，因为花一定，如果它只导这一个太明显了，它就都放导，提前推导2个嘛，对吧？对，然后剩下控制1个或者是。至少这一段我们清楚了，但是楼梯是怎么弄的呀？楼梯是这么交叉弄的吧？这样的吧？对。 哎，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2个门它是不通的，也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楼梯
然后你只能通过楼梯到达下一层。对，你没有办法通过楼梯到那边。绿色是绿色，红色是红色，就是你只能从1到2， 2到3。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就证明的是，如果是凶手住在交叉口，反而更有作案。我要住02，可能去这儿更方便。对对，只有对角才能达到对角。你看，这是4601嘛，对不对？这个位置它能够到的，要么就是4702。对，往下到4502就是你们的位置，你们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如果走楼梯的话，他也可以从相应的这一侧进入电梯。对，所以我们拿着这个，我建议再把那个视频对一下。他怎么把尸体弄过去的呢？哇，已经有人在看了。这第一下应该是下吧？这个第一下应该是回来，应该是他晚上12点回家。对，你觉得是他下楼？为什么？在外面被杀掉了。啊！然后第2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了的人了，提了个大包。肯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都认为是上，他肯定是下。但他提了个大包到了02。这是从1楼上来的吗？对。好，我们假设啊，来把你这个列第一种可能性。非常好。来，这记一下，要不然待会儿乱了。你这样刚才说的是1楼，几点？0点是吗？对，0点，是从楼上到楼下。真。然后第2下他在外面已经被杀了嘛，然后他就然后几点？是1点。红衣女子上来1.04。而这会儿他在里面也把这个女子也换成了红衣，这就为什么说明要有2套。对，这个时候包里的针已经是穿上红衣服了。红衣，好，运。第3次就应该是下了吧，对吧？第3次就应该是他戳了个1.09，最后他穿了一次墙，从02到01，其实是在1楼穿了一下。对，1楼穿的墙，那这种可能是在1楼穿的墙。我觉得横穿还是在46楼。他在46楼或者45楼有可能，但是绝对不可，46楼就不一定，哪怕1楼都有可能。你看，如果他这个时候再下去，拖着箱子下去以后，他1点49分，他只需要在1楼，他只需要在1楼横穿一个电梯，是啊，被你拍一下就完了。不是，我1点50我就来了。他只有几分钟，他要从1楼再跑到46楼，他要去做机关。因为后面没有任何的电梯进出的记录了呀，所以横穿电梯就是在46楼，应该就是46楼，或者45楼，因为他最后要回到4602，所以他在4501，他走楼梯上到4602控制机关，他在45楼横穿，他从4502横穿到4501，然后从4501走楼梯上到4602。控制机关，对，有可能，有道理。尸体怎么过去的呢？我还是没懂。现在就是尸体，我还是没懂。我觉得就是这个，你看它是这样的，这个尸体是哪怕一个女子都可以推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滑的一个箱子，然后它呢又塞了很多的东西之后，让它有一个填充，就好像很饱满。所以呢，我觉得我同意你们之前说的人有可能藏在这里面过，但是他是。在哪儿杀的？来吧，我们集中讨论吧。我们现在开始集中讨论。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电梯里面这个真模特和红衣女子，我们知道仅是2个人，他们一共出现了4次。第1次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真模特回到了自己家中。因为我们算过一次，他往下走之后是回不来的，所以他一定是回到自己家中。那么后面3次这个红衣女子，她到底在干嘛？她利用这个45秒的上下，她是怎么弄的？这样啊，我们按照上楼再推演一遍，好不好？0点，真上楼了，然后那就是在4602被杀了，对，被喷晕了，至少是，好吧？对。然后1点05分，那就是凶手是从4602下楼，对吗？
有45秒钟在电梯里。对，凶手穿着红衣，带着箱子吗？那个时候死者应该也在箱子里，还是说那时候是空箱子？反正凶手是带着一个箱子，在1点05分下楼。好，下楼了之后，5分钟以后，也就是1点10分，凶手穿着红衣再次上楼，回到4602。这都是2号门进，2到2，对不对？第3次横穿，对，这个是2到1。现在就是我们要让他在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完成一个从4602到4601的移动，把一个尸体运过去。对。还有没有可能是从4702直接下到，比如说这边的2层，然后从2层楼梯上去？2楼。他怎么把尸体弄过去的呢？那这种可能是在1楼。我觉得横穿还是在46或者45楼有，他只有几分钟，他要从1楼再跑到46楼。1点10分再次上楼。还有没有可能是从4702直接下到2层，然后从2层楼梯上去？他从4602下到1楼是45秒，45秒对不对？对。然后他从1楼走楼梯到2楼的，楼梯到哪儿？可以到任何一个，哪边都行，左右都行。我了解了，他在1楼可以从1号走到2号，然后从2号进，然后走到47楼，走到47楼，然后再换了之后再换下来。同样是45秒，他到了4702这个位置，他就可以从楼梯把尸体运到4601，拖着就下来了。这很厉害。同样，它是2进2出。把尸体拖到4601之后呢？拖到4601之后，他把玩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乱七八糟的塞到里边的。他把这个收起来，藏到自己的裙子下面。他回到4702，在4702表演了一个穿过去。然后走楼梯子，再到4602去控制机关和把这个东西带到了4602。裙子下面，对这些东西。哎，这包如果可以缩的特小，有什么？可以，完全可以。这个包是可以折起来，非常非常小的。你们把它拿出来折起来，很小，大概一个薄片片。最小也是这么小。所以他横着走，就是因为在夹这个东西。应该有可能，是吧？他那红裙子挺大。哦，是啊，哎，是这样，应该竖着夹。你夹一下试试，我看看。对，哎，就这姿势，就是这个姿势，就是这姿势，太像了。哎呀，一模一样！我天哪，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走了。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他在第1次的时候45秒，他是从4602杀了人之后，把人藏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呢就到了1楼，然后他从1楼挪到01那边，走秘密的楼梯，把箱子拖到了02，然后呢好像是从1楼上到46楼，其实他花了45秒，大家公认的时间，到了4702，然后再把他从4702拖到了4601，然后呢把尸体安排好所有的机关，接下来先走楼梯又走回到4702，然后在那面床的裙上表演了一个从4702那个很惊慌失措的，好像被鬼吓到，回到了4701，然后接下来他回到自己的4602，然后解决所有问题。完成了之后，接下来他就可以通过走楼梯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对。关键是有一个点，红衣女人回到4602，我拉绳的时间是在你到之前，对吧？那我们现在要确认红衣女人她自己要回到这房间。刚才新城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如果他确定最后搬动机关的时候，他是在4602完成了机关的话，他有一个要回去的过程，就等着大家来叫。对，那么这个楼下的直接对角的这个不可能了，因为他回不去。
对，他回不去，除非他下到1楼，但监控没有。所以呢，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从这儿走到这儿，从4701假装接了我的电话下去再上来，或者他从这儿回到4501，或者再回到4402，就这几个房间。4701是萨，4402我们知道是辛，4501是陈。陈，现在就是排除了我们2个了。现在，你叫他们确定是在房间叫的哈？对。好。就这个死者被拍晕之后，他是怎么被杀死的？这事儿聊了吗？喷完之后，应该就是拿脑袋撞那个灯嘛。就还是撞那灯。对，就都所有人都撞那灯。他喷晕之后，就带他走了一趟旅程。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当时找到的那些东西是在哪棵树上面？这棵树上的。所以，如果是从高空抛物的话，就是他作案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空间扔下来，是最合理的。那应该就是02这一溜。不是，也有可能他在4602的时候，因为他一定去过4602，他再从4602扔下来，所以都对呀，他从4602扔下来呀。真的高空抛物吗？我不相信。我相信素质那么低，我不相信的。不对，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去忙着处理这些东西再扔东西，他第一个时间处理完机关赶紧跑，他回到自己的空间，他更方便扔，因为他怕时间来不及，他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路上。他最后穿行是几点钟？穿行是1点35。中间有15分钟，他回去完全可以换衣服扔掉，然后再穿着自己的衣服来操控机关，弄完了之后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从4602扔下来是最安全的。他把那些衣服再带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再去扔，还有可能更留下证据。就不能排除01这边的人。那3位说说不是你们的原因吧，好不好？先陈说说看。因为我杀他呀，不是那么迫切。不，你是杀妻之仇啊？对，杀妻之仇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迫切，而且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为什么不是你啊？我没有必要啊。首先，第一，从动机上来讲，我就没有必要啊。因为他看到的只是我偷钥匙，当然我推测他可能会猜到第一个案件跟我有关，这是我的杀机而已。而且我是今天才接到任务去做清洁啊。我如果要是不知道他的门的号码，我怎么能进得去呢？4701。这一点呢，我觉得因为萨去4701是一个偶发事件。对啊，因为我要回来，主管让他去打扫卫生。那个不是他的原发地，对，他只是碰巧在一个可以到达作案地点的位置。新前台为什么不是你啊？第一，我杀人动机是肯定不够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还要咋才够？就是从我这角度上讲，狠不下心杀我姐。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信息，就是保险单。姐姐利用父亲的死，然后拿到了200万保险，要买房子。完全不知道，我现在都是蒙在鼓里的。我刚刚才知道。我觉得这个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只会加码，因为他从心里是知道，就是姐姐害死了爸爸，只是说到底是为了钱。到底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在想，就姐姐跟好的这件事情，他是不是知道的？姐姐杀掉好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如果他也发现了那个的话，那就双重杀机。因为他说正好得到弟弟喜欢好的这件事情，我就利用他把他骗过来。我们现在忽略了一点，就是谁会知道这个秘密通道？谁有可能知道？前台和物业的管家更有可能知道。
当然我不是为了撇清，我只是觉得我以我这个身份就很难知道，因为他这么秘密的一个东西，物业老板的话，他只会跟亲密的人说。所以你觉得我跟物业老板亲密吗？咱俩之间？咱俩这现在物业的人就咱俩了。是这样的，这个柜子既然在这么公共的区域，就是给每个人都有可能，大家都可以。而且它是被撇掉的，因为如果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人，他可能会把它藏进去。对。郭美庄，你怀疑谁？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证据其实是指向这2位，但是我觉得今天一整天新前台的状态都非常的激进，所以我怀疑他。萨呢？萨，你觉得他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怀疑我？你可能会得到一个你不想听的答案。他在看什么？哦，他在看那个。越看越像。我觉得你的动机不够强烈。我先想听一下那个涛侦探的想法。我比较怀疑陈吧，现在，因为他现在时间线从8点之后一直很空白，然后就只是说在看电影。然后他的夫人是以那样的方式被杀的，他想以同样的方式去为自己的妻子复仇。有这样的，以家人之名。我比较怀疑萨。为什么呢？他俩都穿不进那双鞋，太高了。从这个角度，我虽然个子矮，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脚。但是你想，我的腿短，我夹不住这个包。这个包只有像他们那种长腿才能夹住。不是，我夹着就拖了地了。你就是拖着地呀！你看这样蛮好走的，你看这样蛮好走的。没有，她那个裙子还能露出半截腿。是吗？是的。靠这个。哎，我倒有一个推断，我本来我是比较怀疑陈，但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会怀疑萨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萨之前确实都杀过人。那今天就应该是他。我们来这么想，本来呢，如果没有第2起案件的话，我就一定不会觉得是萨，因为呢，他其实是偶然布置了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他让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原来自己的偶然的设定去这么去反复进行的话，他的危险会加大。但是因为中间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是你，所以就不用害怕了。因为这里面很复杂，所以你不怕再加一起，有可能会栽赃到第2个人身上。这个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得通，是吧？但是，对，更接近于不是你本人。因为你本人如果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有点引火上身。你再怎么说加一桩，对于我来讲，3起里面2起是我做的，而且第1起已经有摄像头拍到我偷钥匙。这段视频到底有没有被复制过，有没有被别人看过，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冒这个险再干一次同样的案子？朋友们，夜已深，投票吧，祝大家好运。终于又来到这个房子，准备开始投票了。今天我们考虑了这么久，凶手只有是我、陈秘书，还有萨时装。当然，陈秘书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因为他今天确实作为快递员潜入了我姐姐的家，并且他有时间都做准备。但是呢，他怎么拿到的钥匙呢？作为物业管理员的萨时装更有可能拿到钥匙，而且更加熟知这个规则，也更有可能跟物业主任见面。
也就是说他更有可能拿到这个楼梯设计图。有蹊跷，萨时钟，只有你。最后根据我们的推演，只能集中在3个房间，所以重点怀疑对象在陈秘书和新前台。以我对他们2个人的分析，我觉得陈秘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案发当天白天的中午，我上去修过水管子，但是修水管的那一家呢，恰恰是陈秘书家的楼下。所以我就在怀疑这个水管子的破裂是否是陈秘书故意所为，把我调开，然后他好有机会能够进入到物业的办公区偷这个备用钥匙。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钻了这个空子，所以这一票投给陈。陈秘书，我就放过你了。其实新前台已经相当缜密的去回答我们所有人。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信息：姐姐利用父亲的死，然后拿到了200万保险，要买房子。完全不知道，我现在都是蒙在鼓里的，我刚刚才知道。但是我们都忽略了，真正的凶手是可以撒谎的，所以我决定来吧，新前台。首先呢，实施这个计划，能这么杀人的，一定是对这个楼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呢，2个人比较可疑，一个是萨时庄，一个是新前台。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2选1了，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嘛。论杀人动机来讲的话，萨时庄他最重要的是要灭口嘛，新前台是要替父亲报仇。我觉得，我想还是他吧，但他今天表现的确实很优秀，我感觉。自己投票这也太难了。在陈秘书和萨时庄里面，确实不知道怎么选。我这票，凶手呢必须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能够知道秘密通道的事情，同时还拿走这个钥匙。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萨时庄跟新前台，我觉得可能性会比陈秘书要更高一点。同时，这个人还要确保他在1楼走动的时候和在47楼走动的时候都是安全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新前台并不知道47楼是不是安全，而这件事情上，萨时庄他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比新前台要更有作案的周全性。所以呢，我把这票投给萨时庄。有一种不想离开。今天就有点悬，3选1有点悬。来吧，请宣布。明星大侦探第6季，天空公寓中，究竟谁是杀死住客真模特的凶手呢？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获得0票的是新。你们俩肯定都是0票。新包子。
勋八子，只有他一个人啊！哎，第一轮就这愉快的决定了。郭美妆获得1票。那时候您的故事没有出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同时觉得不但没封神，还丢了人。在剩下的3个人当中，究竟谁获得的票数更多？现在公开新前台的票数。新前台获得的票数是1票。哎，谁投的我？我投的。来吧，新前台。我最后也是懵了，我就还是按我一开始的直觉。接下来，请萨时装和陈秘书往前一步。在剩下的票数当中，究竟谁获得的票数更多呢？现在我宣布，获得更多票数的玩家是害怕。我想还是他吧。所以这一票投给陈。是他。萨时装有气场，投给萨了。我把这票投给萨时装。你们真是啊！疯了，老伙计，瞎投，瞎投，待会儿就打脸。哼！究竟萨时装是不是杀死真模特的真凶？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Goodbye。成功！成功！成功！哎呀，萨老师厉害呀，确实有点厉害。不容易啊！谢谢你的付出，真不容易啊！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为：萨时装空间的顶部有一把楼梯间钥匙，证明他知道有楼梯的存在。我想的就是，因为他得到47楼去，他得确保47楼没有人，只有你知道47楼是没有人的。但我想的是什么呢？是只有你一个人准确的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作案。请送上金条。但真的差一点，算是。哎呦，谢谢。你有？我有一根，我有一根，没猜中的没有。我有一根是吧？好啦，今天派金条给你们啦。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摆饰吗？有摆饰吗？有摆饰吗？感谢美食搭档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4。感谢快乐社交网游神武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理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两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齿龈双护有温度，感谢舒适达红蓝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夸克搜一搜，真相搜搜搜，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科学减脂上瘦吧，真破肥胖就靠它，感谢瘦吧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那个无良开发商就没人制裁吗？所有悲剧的起源，无良开发商。房子呢本来是家的港湾，而我扮演这个人呢，因为一己私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痛苦。在这里呢，代表这个角色呢跟大家道歉，然后这么做是不对的。希望大家呢以后呢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房子，然后不要净想一些歪门邪道的啊，人间正道是沧桑。祝大家早日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祝福大家，谢谢大家，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想要有个家，再见了。在我失落的时候，可以回到它。我觉得房子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意味着是一个栖身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可能拼了命的也最后想要努力，想要得到一套房子。因为毕竟房子是家的一个港湾，然后呢，很多房子的这个，就比如说价位也好包括地段也好，其实都会形成对于这个家庭的氛围的一些影响。我觉得现代人经常都会说，我们是为了想要有一个家，然后给自己过多的一些压力，为了要拥有一个房子，会觉得房子和家是画上等号的。但家更重要的意义是人，是这个关系，是感情。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家来讲，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反而是难以用钱和其他的有形的价值去换来的。我觉得有时候，房子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意味着家。我觉得真正的家是我们的心之所归属。今天在整个案件侦破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我伤心、难受和内心触动的是，当我们打开那个小孩子曾经住过的那个小房子，你才会发现，当一个母亲或者当一个家庭失去他挚爱的亲人的时候，再大的房子，再豪华的住所，可能也无法弥补他这种生命上的空缺。我们其实虽然说的是房子是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但是这个向往其实都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对象，是这个爱在推动我们去好像为着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而努力。这个房子是这个家的幸福感的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我又觉得它不是一个绝对条件，所以我想说，可能跟谁在一起做什么事情，比在什么样的居室里面，或者是有多大的房子，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对等的。幸福其实可能它的含义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更内在的一个感受，而不是一个纯物质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家它不一定是最贵的，不一定要找靠海最近的，能够找到一个方向，能够找到陪伴自己的人，这个地方叫家。其实外面是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房子里的景才是最重要的。就家人有没有很相扶相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郭美庄最后给到儿子的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承诺，就是儿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针对这个熏包子这个案例啊，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常态，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买房。大家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其实这个房产可能占到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收入当中的很大一个部分，甚至可能是未来几十年都有可能会靠着这个房子来做房贷的还房贷或做房奴。你如何去区别或者去辨别一个开发商的一个优劣？那么大概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当你选择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查开发商的背景。第一个层面，
公司这个层面当中，它的股权背景，它的股东是谁？这个股东当中，他的背景情况怎么样？他的股东实力怎么样？股东是否失信？股东是否有债权债务的纠纷？第二个，对企业的高管要做一个基本的尽调，因为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从企业去查这个企业很好，但是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这个人。那么这个实际控制人有可能是已经是失信的人员，也有可能是已经是欠债负债累累的一个人员。还有就是你得看这个品牌，当然我们也得看这个，并不是说一旦出来的是中国的百强企业，我就百强的房地产企业我就一定信。但是从品牌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也是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之一吧。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你在跟开发商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所有的开发商承诺的东西放到这个合同当中去，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纠纷之后，合同就是你处理这个事情的核心依据。无论你是找政府解决也好，或者你是找法院解决也好，大方向是按照你的合同来做解决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你可能在辨别开发商的时候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个，非法集资，无论是你通过注册一个壳公司去吸引这批人进来，还是说我直接就卖楼花的方式，很有可能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说是五证齐全的情况下，我就去做这个销售。那么首先涉及到是一个非法集资。第二个，诈骗，无论是最终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无论是我收的是预付款、定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意向金也好，都不合法。只要没有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那可能它涉及到一个合同欺诈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判断说，你到底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这个房子处于法律规定的哪一个阶段，这是很重要的。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乾隆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生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